小白兔，它是大蜜蜂。可是我现在好困哦，都不想动。真的吗？对啊。那，现在真的很困。那你就跳小老虎，你就当小老虎，嗷呜嗷呜。哦，剩下你跳是吧？好，可以。哪里呢？不要动。纯爷们儿才喜欢粉色，家人们，啥也不懂，就纯爷们儿才喜欢粉色，娘们儿唧唧的，一天天的。这里还有别的，你这个，掉了，你看这个，给你再拿个这个。这个啥？这是大，这是大。还有这个小猫咪，这样子适合吗？哎。别这样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主人，请尽情吩咐妲己。别这样。对啊，为了对方用了什么小心思吗？那太多了呢。再说一个吧。那不是太多了吗？你说一个你觉得你最厉害的小心思。最厉害的小心思，不经意使出的。啥？就是我有一次在直播间，我不是很强势的逼问你到底能不能弯啊？但其实那时候我只是开玩笑啊。其实那会儿我没有真的想问你，但是我就想动，我看你这样子一直在半天不说出来，我就想这个，当时我心想，但这个男的肯定就我说跟你 PK 这么久，然后又加上我们线下有一搭没一搭的在聊天，我想这个男的肯定有点不太对劲。然后当时我就想故意就想把你逼问出来，但其实我当时我并没有想说真的想跟你谈恋爱干嘛，想问你能不能玩，不是那个意思。然后所以没想到你后面说了一句，如果能弯呢？对啊。然后那会儿我就知道了，我就想，哎，这个男的能聊一聊。所以后面不是其实有加近一点联系嘛？就比如说你在成都玩的时候，还会打电话给你问你今天跟谁玩这种，是不是？然后还会就是让你报备行踪给我。但我在成都玩的时候，你们不开心吗？还好，没有很强烈，因为那会儿没见过你。但是我都喝醉了，我都当时我们喝完酒回来之后，你还给我打电话。但是有一次，对，是你给我打的吧？你给我打的。我喝醉了给你打，还是你喝醉了给我打？哦，你也喝，那你也有去喝酒？不记得了。其实当时你已经喜欢我了，就是有感觉了。但是有时候不知道，就是我嘴硬喽。可以，很好，我喜欢。来继续说，我爱听。继续说，我爱听。呀，耳朵还红了，怎么一下子？耳朵还红了，这还没红呀？耳朵怎么一下子还红了？天气热了。好纯情啊，小狗狗。来继续说，我爱听。吵架后谁让谁？都要回答，这个是都要回答的。就是那次那天2个月，2个月，就是我感觉我们那天就是很忙，然后就没有时间出去玩，然后想着我们就是起码在这一天跟其他天数有点不一样，就留下个记号，证明这一天跟其他日子不一样。然后那天我就是在洗澡，哎，我都可以我都可以替你回答一个，这也是我小心思呀。这是一个小心思，但是我觉得你做的最好的一个小心思是，你厦门那一次，第2次想找我复合的那一次心思。那咋了？前一天把自己灌的大醉，跟我说一句，我喝醉了都是因为你，第2天约我吃饭，还约我去海边散步，这不是一个小心思吗？当时因为那句话我喝醉了，都是因为你。对，我就心软了。本来我当时想的是再也别跟你这个人沾边了。然后第2天我还故意我去问他复盘，我说我昨天喝多了，我不记得后面的事了。然后我就问他说我昨天晚上干了什么呀？你给我复盘。然后他那天确实还挺主动的。然后我说，但其实这件事情也是我先有点小心思，然后他才，他其实你这都不叫小心思，这是你下意识说出的话。你能有什么小心思呢？小聪聪能有什么能有什么坏心眼的？小聪聪对吧？是不是？哎呀，你可别给我贴标签，我可都坏心眼了。小聪聪只会发自本能的做出一些事情，对吧？我又不是动物，什么是发自本能的做这些事情啊？你这个人就发自内心的想做一些什么事情才会想做，对，就不会有什么弯弯绕绕的。对，这个说的很对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现在有没有发自内心的想亲我一下呢？现在有，想亲你，不爱亲。可以，好，那这个问题就过了吧，你也没什么小心思。他们说刘聪的脚臭不臭？只有你尝过，你就有发言权。尝过，你瞎说什么？滚！
疯了，谁尝过？我闻倒是闻过，没尝过，闻过。怎么说呢？其实脚臭不臭这个，是人的话你只要你比如说你鞋子你一个月你不穿不洗，你穿肯定多少都有点味道，再怎么样的人都会有点味道。那我有吗？就比如说你穿那种长筒的靴子啊，或者是那种不透气的鞋，你没必要给我铺垫这么多，都会有味道。我有没有？所以说你看你那个包浆的巴黎世家，那巴黎世家哪有味道了呀？你都穿着包浆了，你说能有味道不会？如果异地了该怎么维护？因为我感觉这好像是第一次这么的正式谈恋爱，我感觉我不太会谈恋爱。你觉得你会谈恋爱吗？我也不会。你比我多一次经验吗？我那时候是高中，就是那种为了谈恋爱谈恋爱，但我会爱人，我会爱对方。如果异地了，会有什么办法让两人关系继续持续？我觉得其实是这个样子，就虽然说我也没谈过就是长时间的异地恋，我就根本没谈过异地恋。上次就上次跟你的异地恋10天的异地恋，那就是异地恋了。但是其实主要是这个样子，那段时间会情绪不稳定嘛，是我们俩接收的信息不同步了。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东西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我昨天晚上也跟你说了，我们俩不是聊开的时候，我就说了，很多时候。哪怕网上出现各种声音都还好，都好，只要说你就是说我伤心我难受的时候，你只要给我一个拥抱，你给我一个 kiss，我立马都能好。但是我感觉异地之后了就不一样了，因为感觉就是我们就是起点太高了，一下被太多人关注了。就这段时间下来，有的时候我深夜的时候还会想，如果当时不把你不公开出来，就或许不会被这么多流言蜚语缠身，好好的藏起来，就也许不会被这么多人打扰，但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就是我感觉我们俩的异地是被人关注着的，就哪怕以后我们就这段时间的异地。不管是你直播还好，是我直播还好，我们俩都会出现在对方的直播间。不管是我的名字还是你的名字，我们就一直会出现在对方的直播间。只是别有心意的人，就可能会看我们异地这段时间，会故意出来，搞点坏动作这样子。我觉得就是这样，但是最主要的还是 ending 嘛，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好爱对方啊，然后给对方。慢慢的安全感和爱意，他就能感受到啊，只要你传达的是真的情绪，他就能感受到你喜不喜欢他。对啊，这是最好的维持方式啊。因为异地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见不到面，然后很怕对方见不到面之后会不会不爱对方，所以我觉得就好好爱对方，然后给对方满满的安全感就行了呀。他们说最吃醋的一次，最吃醋的一次，我感觉我有很多次。因为我是属于，我说实话，我是属于占有欲比较强的人。那你先说吧，你有很多次你想，我想要最吃醋的那一次。出去玩一般都很容易吃醋吧？出去玩，那你哪一次？出去玩你跟别人玩太近，我都会很不开心啊。真的吗？对啊，那有一天跟支架田里面玩得很开心，就那天不是？对，我跟他一直在，我跟他一直在，因为我喝大，对啊，这两天灌了我好几杯纯的洋酒，然后我就跟他。跳舞，我跟他跳起来了。那我那天都没怎么玩，后面还不玩，我还换了一个卡。我后面不是去另外一个卡。你就看我跟他玩得很开心啊。对啊，因为我太 happy， 而且当时那个卡有点挤，站不下了。那我想，那我干脆换个地方玩。那所以那天就有点吃醋啊，有一点啊，挺不开心的。你跟他玩这个，就出去玩，我感觉一般都会容易。确实是。哎呀，我都不知道，你怎么不跟我说啊？怎么告诉我呀？那你后面纯 K 也没怎么跟他玩了，后面纯 K 你就跟真的心在聊天。对呀，他会这样子告诉我，我还挺开心的。那你说吧，最吃醋哪一次？家人们这个问题很好。你最吃醋是哪一次？我最吃醋的，我觉得你还好，你在外面还挺有，就不会有什么样子的。我在外面我只敢跟你玩，也没有。我想一想啊，有了，你有一次跟那个严新杰的那个
好兄弟玩的特别近，那天晚上两个人玩了都不愿意走，我一直叫你走你不走，你说我还跟他玩，但是直男，我知道他是直男，但是你那天表现的就很奇怪呀、就一直要跟他玩，然后我说你还不，我那天有在生你气啊，我们一开始吵，我记得我们当时有件事情，刚刚在里面好像有点不愉快，我记得有件事情。是因为我一开始在纯 K 的时候，你就说我不坐在你旁边，我去找，因为我当时有个朋友进来了，我找他去叙旧去了，然后你就生气，你就说我不坐在你旁边，然后你就说那我也去找别人玩，然后对，然后我们一开始就有点不愉快，对，然后你就跟那个曾奎就玩故意气你啊，越玩越嗨，越玩越嗨，故意气你啊，后面玩到早上7点钟叫你回家，你说不跟你回家，我要跟曾奎玩，故意气你啊。